来关注巴以冲突，在美国总统拜登警告以色列占领加沙将犯下大错后，以色列回应说无意占领加沙，但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消灭哈马斯。目前，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空袭仍在持续，多个难民营出现伤亡。18号，拜登将访问以色列，并与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将给局势带来怎样的影响？来看报道。 巴以冲突已进入第11天，截至16号，冲突已导致双方超4200人死亡。巴勒斯坦卫生部门16号数据显示，巴方死亡人数超2800人，受伤超10950人，其中加沙地带死亡人数为2750人。以色列卫生部数据显示，冲突已造成该国至少1400人死亡。16号，以色列军队继续空袭加沙地带。据美联社报道，以军对加沙地带中部的努塞赖特难民营进行了空袭，导致至少18人死亡。 We don't know where it's safe, where it's not safe, and even the places we've been told that it is safe. We're going there and we're staying, but unfortunately we're still experiencing the airstrikes. 联合国救济和工程处总专员菲利普·拉扎里尼16号强调，加沙正在迅速耗尽水和电力，居民面临严重的食品和药品短缺。他形容加沙正在被勒死。以军战机、装甲车和地面部队进一步做好了进入加沙地带进行地面战的准备。值得注意的是，以军集结了至少300辆梅卡瓦4主战坦克和 D9R 装甲推土车，用以拆除摧毁哈马斯建造的掩体和地道。梅卡瓦4主战坦克采用了全方位的装甲防护，并配备了战利品主动防御系统，以拦截哈马斯最常用的 RPG 火箭筒。 梅卡瓦4还额外安装了一门60毫米迫击炮，用于提供快速火力压制。绰号泰迪熊的 D9R 装甲推土机则被称为以军最硬武器。 不仅周身装有高强度防弹玻璃，驾驶室还配备龙式装甲，可抵御 RPG 火箭筒直射。以军还部署了军用制式无人机，包括萤火虫系列单兵巡飞弹。地道的出入口掩护在各种出其不意的地方。以军一旦进城，必须做好直面血腥巷战的准备。 尽管与以军相比装备相差悬殊，但哈马斯的装备也不再是土枪土炮，已升级换代大批炸弹、迫击炮、火箭、反坦克和防空导弹。据以色列情报部门2021年的评估报告，在加沙活动的反以武装手里拥有多达3万枚火箭弹，加上哈马斯长期以来积累的游击战战术，也令以军不敢掉以轻心。 加沙地带呢人口稠密，而且建筑物呢也极为密集。那么除非以色列呢掌握了确切的情报，那么否则的话呢，贸然在这个地区发动大规模的地面进攻呢，势必会造成大量的损失。那么目前呢，我想以色列的策略呢，大概呢有3哈。第一个呢，就是他要重挫哈马斯的这个士气，所以呢，他希望呢在前期通过呢各种这个比如说封锁哈马斯的这个后勤补给的方式呢，给哈马斯呢提一个前期的重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也是这个以色列呢希望能够制造更多的这种恐怖氛围，那么以呢减少它未来如果进行地面巷战的话，可能面临着这个地面的抵抗。那么第3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它这次现在的空袭呢，主要呢是针对很多的高层建筑，那么这也是呢想要避免这个狙击手的藏身。 当地时间10月16号晚，联合国安理会就巴以局势决议草案进行投票。由于未能得到足够的同意票，决议没有获得通过。这项决议草案由俄罗斯提出，呼吁立即实行持久、受全面尊重的人道主义停火。外界注意到，美国、法国、英国、日本4国投票反对。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大使在安理会表决巴以局势决议草案后，进行了解释性发言。他强调，安理会承担着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应该为解决当前危机发挥应有作用。我们对安理会未能就此达成一致感到极大遗憾。人道问题不应被政治化，保护平民应该是所有各方的优先事项。国际社会在应对巴以新一轮冲突的过程中，必须超越零敲碎打的危机管控，坚持两国方案的根本方向，为巴以问题全面持久解决付出更大努力。面临严峻局势，伊朗日前警告，如果犹太复国主义侵略不停止，中东所有各方都会扣动扳机。On Wednesday, President Biden will visit Israel. 美国国务院发布的拜登将于18号访问以色列，并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的消息受到外界高度关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拜登会重申美国与以色列团结一致，也会继续与以色列的伙伴密切合作，确保被哈马斯俘虏的人质获释。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随后称，拜登除了与内塔尼亚胡会面外，还将访问约旦，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埃及总统塞西、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会晤。
观察指出，美国大选临近，拜登必须先于其竞争对手访问以色列，来展示强硬态度，并向犹太裔美国人拉票。此外，也有趁共和党陷入未能选出众议长的混乱之际，来进一步挤兑共和党的目的。值得注意的是，拜登近日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时强调，不支持以色列全面占领加沙。这番表态引发舆论讨论，认为这暗示美方支持以色列军队局部占领加沙。这与以军此前表态称军事行动之后，巴勒斯坦的土地将缩小的表态一致。That's an important statement because if Israel completes its task, Jesse, or its stated task at least, of getting rid of Hamas, Israel's got to do something to govern that area. You can't leave a power vacuum. And whether Biden will try to talk Netanyahu out of a full-scale ground operation, because criticism worldwide to this operation is mounting. Egypt's al-Sisi said on Sunday to Anthony Blinken that Israel had gone beyond its right of self-defense now to what he called collective punishment of the Palestinians. 分析指出，美国担心一旦以军要全面占领加沙地带，将带来3点负面后果：一是若以军投入接近1/3的兵力到加沙地带，则会削弱戈兰高地和黎以边境的部署，叙利亚和黎巴嫩有可能趁机攻击夺取。二是占领后的长期维持问题，因当地有大量抵抗力量及阿拉伯民众，若以军一半兵力都在加沙搞治安战，则将极大影响以色列整体国防。三是国际舆论及观感问题，若以军进行地毯式轰炸和大屠杀，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自诩的价值观牌坊将不复存在。其实美国整体上的这个战略啊，近年来呢就是要减少在中东地区的这个战略投入，所以呢中东地区的这个冲突升级呢势必是不符合美国的利益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拜登本人呢现在正在面临一个这个竞选连任，所以他本人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亲自的这个出访呢向他国内的选民和国际上的盟友呢表达他本人对这个事态的高度关注。那么此外呢试图去控制这个事态的进一步发酵和这个升级，他也会表示高度的去关切当地的这个加沙的人道主义灾难，那么以此呢来减少这个阿拉伯国家民众的这个怨气。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美国总统拜登明天将访问以色列，那您认为他是去为巴以冲突拱火还是灭火呢？主持人好，这是一个好问题。可以说呀，美国总统拜登呢访问以色列，既是拱火也是灭火。拱火呢是支持以色列袭击加沙地带，消灭哈马斯。美欧呢都把哈马斯视为恐怖集团。美国呢希求的理想状态是劝说埃及等国呀开放边境，接纳被迫转移的巴勒斯坦难民，腾出空间让以色列军队消灭哈马斯。灭火呢则是与中东国家联络，希望巴以冲突呢不要扩大成中东战争。最好呀，把冲突双方都局限在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所以我们看到呀，世界其他地方呢，都是用巴以冲突来描述这次突发的战争，是对历史经纬的尊重。而美国呢，用的则是巴哈冲突，把这场冲突呀看成是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单挑，忽视巴以冲突的历史渊源。这背后的目的呢，很明显：一是支持以色列对哈马斯进行地面战争。但是呢，会顾及到巴勒斯坦难民的转移；二是不想落实两国方案，不想把巴勒斯坦独立建国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让巴勒斯坦人和他们的领土自生自灭。也就是说呀，拜登访问以色列就是要表达美国对以色列方面的坚决支持，对哈马斯残酷的恐怖袭击进行坚决打击，支持以色列发动地面战争。同时呢，美国也不希望巴以冲突演变成中东战争。让加沙北部的难民成为这个以军猎杀的炮灰，裹挟进更多的国家和武装组织。所以呢，拜登访问以色列以后，将与约旦、埃及见面。这个希望呢，这些中东国家说服伊朗、黎巴嫩真主党不要参战。他呢还将与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见面，目的呢是分化巴勒斯坦人，把巴勒斯坦人和哈马斯分别开来，减少巴勒斯坦人对美国、对以色列的仇恨。但是呢，中东国家都不想接受难民，世界上多数国家反对以色列对加沙发动地面战争，让200多万巴勒斯坦人撤出他们的家园，这既不符合国际法，也是侵犯人权。那么最好的愿望呢，就是拜登能够阻止以色列跨境轰炸加沙地带，不要发动地面战争，否则呀，美国呢就会被认为是对人权的亵渎，被阿拉伯国家看作是
对加沙平民的死活不管不问，而且呢会被伊朗、黎巴嫩视为是挑衅。伊朗呢已经明确放话，如果以色列军队执意发动地面战争，那么冲突向其他战线扩大的情况或将不可避免。这问题来了，美国呢是支持以色列打下去呢，还是劝说以色列别跨境作战？这呢是一个两难的选择。选择任何一项，美国呢都有点这个里外不是人。拜登支持以色列军队打击哈马斯，必然呢会让更多无辜的平民葬身火海，会受到世界上多数国家的谴责。拜登呢要是劝阻以色列的地面战争，以色列对美国的信任就会降低，甚至表达愤怒。拜登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呢本来就是不愉快的盟友，可以说拜登访问以色列是罕见而且冒险的选择，充满了不确定性，弄不好呢给美国形象带来重大损失。因此呢，也不排除这一种可能，它既不能攻火，也不能灭火，反倒凸显出美国在中东影响力的急剧下降，给自己的连任竞选呢带来巨大的阴影。现在，以色列军队已在加沙边境地带集结，惨烈的地面战箭在弦上，残酷的人道主义灾难近在眼前。那您怎么看当下的巴以局势？有可能奇迹般的停火吗？的确对任何一方来说都难咽下这口气，复仇的烈焰呢在燃烧。即便哈马斯播放了视频，说他们善待了人质，也称这个条件允许的话就会放人，但是呢，这个条件可能永远达不到，因为哈马斯在以色列、美国眼中呢是恐怖分子，是不可信的。无论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是美国总统拜登，都誓言呢要打击哈马斯，因此以军学习加沙的是大概率的事儿。美国2个哈姆战斗群进入地中海，很明显呢就是要大打一场。另外呢，阿拉伯国家有意把哈马斯和巴勒斯坦切割。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呢也说，哈马斯不代表巴勒斯坦人，似乎也说明了阿拉伯国家并不团结，无法抵制以色列的进攻。但同样，巴以双方的人道灾难呢令全世界悲伤，都有设法拯救更多的平民的愿望，特别呢是给予这个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以人道援助，有可能促使以色列推迟对加沙北部的进攻。明天呢，拜登访问以色列能有什么动静是关键看点，也许不久呢就会发动进攻。而从哈马斯突袭以色列来看呢，今日的哈马斯已不再是一个仅仅靠肩扛式火箭炮作战的山区游击队，而是具有一定的先进武器的现代军队，比如说无人机炸弹、巡航导弹、迫击炮、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他们的人数有限，但是呢，战斗力挺强的。特别是他们具有用混凝土浇灌的地下隧道系统，可能呢会低于以色列的空袭。因此呢，就连美国的军事家都预测，以色列进攻加沙将是一场浴血大战，是陷入混乱、后果难测的地道战，是惨烈的巷战。那么对来不及撤走的平民来说呢，更是火葬场。所以我认为呢，这场地面战很可能要打。以军呢，凭借其武器优势和军人数量的优势，可能会击败哈马斯。当然呢，成千上万的平民也将成为炮灰。当然还不排除另外一种情况，哈马斯武装人员呢，为了保存实力，悄悄地混迹于难民中，悄悄撤退，留下一个空城给以军。以军跨境打了这个地面战，巴以和平呢将会遥遥无期，中东冲突将会更加的复杂，大小的战争将更频繁。